家好，我是小仙儿，我们好久不见啊！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虽迟但到的产品，具体是什么呢？我们这边看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水果 logo， 应该猜到本期的主角应该是什么了？那就是16寸 M3 Max 的 MacBook Pro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进去提货。提货不能录像，谢谢。不能录啊。很遗憾啊，苹果拒绝了我们对于提货的一个拍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很顺利的拿到了这台 MacBook Pro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将会在我家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开箱以及后续的一个测评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吧。右转。经过了2个小时折腾啊，我们终于把这台 MacBook Pro 带回了家。那这台新款的16英寸 MacBook Pro， 它的外观以及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？我们来一探究竟。撕开两侧的封条呢，新款的 MacBook 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。这次我选择的颜色是一个深红黑，也被大家俗称为黑武士。这个黑色实际观看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，深邃却不缺乏金属的一个质感。在抗指纹上面呢，新的深红黑表现还不错，正常干手在上面摩擦，基本上也不会显得很脏。如果你是一个极度的强迫症患者啊，不管是屏幕或者机身都不能允许有一点点的痕迹，那我强烈推荐你在买这台 Mac 的时候，再加配一块苹果官方的擦拭布或者说是抛光布，那就可以很安心的解决你所担忧的一个问题。毕竟在苹果这块清洁布上面标明呢，可以在所有 Apple 显示器上安全使用，包括纳米纹理玻璃。这次的深红黑呢，是指在 M3 Pro 和 M3 Max 的机型上单独提供，而普通的 M3 芯片则只是深红灰的颜色。所以如果你想在咖啡厅上让别人知道你用的是新款的 Mac， 那这五彩斑斓的深红黑将是你的必选。这次我这台16寸 M3 Max 的 MacBook Pro 重量也是达到了2.16千克，所以想入手这台 Mac 的朋友可以开始准备健身了。这次的 MacBook Pro 除开机身全部是深红黑覆盖，它的 MagSafe 充电线也是采用了跟机身颜色一样的编织线，显得更加的和谐和统一，甚至连随机赠送的贴纸也都变成了深红黑的颜色。不过即使如此啊，它配备的140瓦电源适配器仍然是一个硕大的白色，也许这是苹果觉得黑白配更炫酷。这次16寸的 MacBook Pro 呢，在接口上配备了3个雷利4的端口，一个3.5毫米的耳机接口，一个 SD 卡槽以及 HDMI 端口，并且支持蓝牙的5.3。特别要说的是，这次苹果配备的 HDMI 是支持最高240赫兹刷新率的输出。不过在不同的 M3 芯片上，库克也做出了一个精准的刀法，那就是 M3 机型只支持外接1台显示器， M3 Pro 机型则支持外接最多2台显示器，而大哥 M3 Max 机型则是最多支持4台的显示器。这里呢也有一个小插曲啊，就是我刚拿到的这台 Mac， 它跟我的索尼电视连接，但无论怎么样，它都只显示60赫兹。因为这台电视本身是支持 HDR 120赫兹，所以说我苦劳了很久啊，甚至我打了苹果的官方电话，但最终呢也是无济于事。最后没有办法呢，我突然灵光一现，有没有可能是我的电视设置出错了呢？在此之下，我将电视设置中的外部输入信号格式更改为了 VRR 增强格式之后，一切豁然开朗。所以你如果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可以按照我的操作方法来试一试。说完了外接屏啊，我们就来看看苹果这块本体屏。乍一看，这块屏幕我是十分惊艳的。它不是 OLED 材质屏幕，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却像是看了一块 OLED 的样子。高亮区十分耀眼，暗部的细节呢也十分丰富，黑位一黑到底。按照官网的说法，这块屏幕是苹果有史以来在笔记本上最佳的一块屏幕，拥有3456×2234的分辨率、P3的色域，以及具备10000颗迷你 LED， 以此来进行一个分组调光，可以精准的调节亮度和对比度。在 SDR 内容上呢，这块屏幕的亮度也从 M2 芯片时的500尼特提升到了现在的600尼特。HDR 显示下具备1000尼特的持续亮度和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以及以100:100的对比度。同时呢，这块屏幕还具备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技术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可以根据屏幕的移动速度自动调节刷新率，最高可以达到120赫兹。这对于早已习惯高刷的我们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即使不外接高刷的显示器，也具备一个非常流畅和灵敏的使用体验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专业用户或者说是游戏用户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在显示器里设置选择除了 ProMotion 以外的其他固定刷新率，以匹配相应的工作流程。并且在这块屏幕上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它在达芬奇中进行 HDR 调色，并且制作输出成杜比世界的标准或者是 HDR10的标准。这对于影视工作者或者说是自媒体工作者来说，真的是十分的省心与好用啊。现在我们回到这台 MacBook 刘海的位置，依然是一颗1080p 的摄像头。官方的说法是它具备一个先进的图像型号处理器，具备计算视频的技术。虽然我没有太深入的去挖这个功能啊，我只是从单方面的画质来看，这颗摄像头只能说是能用。我记得最初出现刘海屏的时候，大家都希望能够跟 iPhone 一样具有一个面容识别的功能，可是等了好几年呢，我们解锁依然是需要键盘右上角的一个 Touch ID。
我相信啊，技术上对于苹果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希望未来苹果能够早日在 Mac 中加入一个面容 ID 的解锁功能。这一次 MacBook 的更新全系都采用了苹果自研的全新一代 M3 处理器。关于处理器的性能测试，网上有很多更专业的大佬已经进行了一个测试，这里呢我就不再进行一个赘述了，简单来个总结吧。如果你是 M2 的用户的话，换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大。这里呢不是说 M3 不好啊，而是相对于 M2 来说，提升性并不是很大。对于一般的创作者来说呢，可以。但没必要。相反呢，我觉得这次苹果的这款产品面对的受众并不是 M1、M2 的用户，而是之前的老英特尔用户。毕竟20年以前啊，苹果都还是基于英特尔芯片。这次 M3 的出现呢，其实是更想督促着老一代英特尔版本的用户进行一个迭代升级。毕竟苹果加英特尔的时代已经过去，而现在苹果加自研 M 系的处理器的全新平台正在蓬勃生长。就像这次 MacBook 上首次采用的光线追踪技术，配合 M3 新的图形构架，可以提升3维软件的渲染速度，以及游戏中阴影和反光效果看起来更真实，说明苹果也在通力搭建自己的一个硬件平台。虽然没有哪个用户玩游戏会首选 Mac， 但至少苹果想让大家证明它的配置是可以玩游戏的。就在 M3 的 MacBook 发布之后啊，苹果的 App Store 上架了之前许多的3A 大作《生化危机4》重制版，以此证明现在的 Mac 确实可以运行3A 的大作，包括热极一时的《博德之门3》。新的 Mac 硬件是兼顾到了，那剩下来可能就是苹果对于各大游戏厂商的超能力支持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苹果完全可以像索尼一样建立自己的一手游戏厂牌，或者说是跟其他厂商合作。大胆想象一下，万众期待的 GTA 5，如果在 Mac 首发的话，那还会有人说 Mac 玩不了游戏吗？光阴似箭，10年如期，就像我前面说到的，这次的 M3 MacBook 更像是给老英特尔用户准备的。哎，这不是巧了，我正好就是10年前，也就是2013年末期的 MacBook Pro 的用户，所以接下来的2个测试，为了避免无聊，我们就让2台跨界10年的 MacBook 一起拼拼刺刀。我们先来看看2台 Mac 的声音对比，我们分别测试 M3 芯片的 MacBook 和老英特尔芯片的 MacBook， 以及 M3 接上 KEF 桌面音箱的一个效果。破命运的谜语，看世界的流离，爱的宿命，一步一趋，难逃避。我置身于世外，垂下眉眼只关心，不听不看，守着爱，细细你。每一晚孤零零的月光里，趁热风眼起，回忆里满是你，记起天地间的桀骜和不弃。每一刻孤单单的时光里，思念它弥漫起，天地间只有你，兑换骄傲，只属于身躯。试听完毕，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呢？虽然啊 M3 也比不上桌面 KEF 的浑厚，但新一代 MacBook 的6扬声器系统依然解析力十足。此外啊，新的 MacBook 依然支持空间音频功能以及杜比全景声。不过遗憾的是啊，杜比全景声这块并不支持 HDMI 外接输出到音响系统。同上，我们依然使用的是新老 Mac 以及之前出镜过的森海塞尔 MK4 的麦克风来进行一个对比。胡小新是个大帅哥，大家快去给他一键3连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胡小新是个大帅哥，大家快去给他一键3连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胡小新是个大帅哥，大家快去给他一键3连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好了，测试完毕，不知道你们是否正确分辨出哪个是哪个路的声音呢？我个人觉得啊，新的 Mac 虽不比 MK4 这种专业话筒，但对于我们日常外出的电话、语音会议以及临时旁白录音，已经是绰绰有余了。到现在啊，整个16寸的 M3 Max 的 MacBook Pro 就基本介绍完了。虽然苹果在我去提货的过程中，无情且很不耐烦地拒绝了我的拍摄，但我们还是满怀期待的把这期视频进行到底。虽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点我们没有聊到，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一个整体的认知。我是导演胡小仙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期节目，欢迎给我点赞、评论加收藏，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